Hello，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我来啦！明天就是1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上海梅奔首演了，现在心情怎么样？非常的紧张，然后刚才也是我们先预采了几首歌，然后等下会有个整个的全体的彩排，所以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紧张，然后终于心中一直在呐喊的是梅奔我来啦，然后就感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实现了吧，就很开心。20年在东方卫视跨年盛典的时候，你曾经在飞碟 TV 立下过一个 flag。哦，对，你还记得当时自己说了什么吗？应该是来这里开演唱会吧？对。哇，果不其然呢。这个场馆其实算是我怎么说呢？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你看小目标，多努力几年之后，在这里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因为我觉得梅奔整个的音效都特别好，所以特别希望能够在这里开演唱会。期待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尽快吧，毕竟也不太想给自己立 flag，因为立了就会倒了。其实很多声迷都把你立的 flag 截图保存，对，然后我的 flag 都会倒，还好我后面没有设立几年，所以它没法倒。不仅没有倒，而且还超额兑现了，连开2场这次。谢谢耶！梅奔跟深深是老熟人了吗？对啊，我经常来，其实就经常会有一些典礼，尤其是东方风云榜嘛，每年几乎都会来这里，对，所以很熟悉，然后又陌生，然后说实话，今天在彩排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陌生感，就会觉得跟以往每一次站在梅奔的舞台上感觉都不一样，就这一次就感觉所有的歌迷、所有的声迷都是为了我来，就那一下你就会觉得我要好好的跟这个舞台去磨合。去跟他成为一个共同体，就是我感觉第一次最具象化的感觉到了一个歌手在舞台上的时候，去想要跟这个舞台亲密，对，可以用亲密这2个字，所以前所未有的一次前所未有的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感觉非常不一样的一次。那你还记得你一共来过多少次吗？14还是15次？这是第15次。第一次什么时候？梅奔，东方风云榜的新人奖的时候吧。2016年东方风云榜16年的事情。对，你还参加过很多由东方卫视以及 SMG 主办的活动和相关合作，对吗？没错，是的，有很多像，就我会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在自己能够来梅奔开演唱会之前，有很多的机会登上梅奔的舞台一起去演唱，在这里跟歌迷、跟声迷见面，所以对我来说，梅奔它算是一个。就像我之前说的，既熟悉然后又陌生的一个地方，对，好像我以前有一小部分属于过这里，但从来没有完全的属于过这里的样。这一次就完全是我们要融合在一起，给大家呈现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唱会。常常自己说自己演唱会挺精彩的，大家说你的演唱会一定很精彩。谢谢。距离你上次开巡演已经5年了。对啊。那你这次巡演筹备了多久呢？这次巡演其实说久也不算久，说不久也还挺久的。其实有那么大半年，快1年的样子。我们从要定场馆，大家都知道梅奔的场馆很热门的，就比如你今年5月份的演唱会，你一定要在去年可能10月份左右就开始商洽。谢谢梅奔。谢谢周深。怎么还单压？那9.29赫兹的这个巡演主题是怎么来的呢？是深深的想法吗？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名字去想这个巡演叫什么名字。然后首先我是一个不爱过生日的人，但是因为遇到了生米之后，就感觉9月29号或者是929，渐渐的对我来说觉得变得很有意义的3个数字。然后后面觉得自己也很像就一段这样的一个次声波吧，因为次声波是没有办法被人听到，然后但是我的声迷听到了我，或者是渐渐的我的歌迷听到了我，所以就是他们给我带来了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惊喜，而且他们选择用我的声音去治愈他们，也是像次声波一样，它没有办法被听到，但是在医学上它其实也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疾病，所以我一下就觉得一切都很契合。本来这些对我来说可能跟我都没有关系的数字或者没有关系的东西，但因为遇到了声迷，遇到了歌迷，所以一切东西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后面就决定，要不就9.29赫兹。那你为明天的上海首唱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非常多啊，跳舞啊，不知道为什么到底谁给我立的跳舞 flag？ 我说完跳舞，老师都笑了。跳舞啊，当然我不算认真的大跳特跳，就小小的动那么几下，然后会有我新专辑的
歌曲的首唱，尤其是518的朋友是绝对是全球首听。然后还会有很多，哎呀，怎么说呢？就我觉得这些心思，你再怎么去表达，去通过语言很不够，然后就觉得有机会的话来现场才是最好的，就大家去慢慢去感受一个吧。就我觉得最重要的，所有的设定都是为了去跟大家一起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这是最重要的。听说你是 I 人？对呀，我很 I 的，我是 I 人。那你会提前准备演唱会 topic 环节的稿子吗？我大概会捋一下我要说什么，但是我一般都不太会去准备 talking 的稿子，因为所有东西你都会现场的氛围不一样，或者突然就会看到一些临时发生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或者非常感动的事情，或者临时在台上突然想出来的一些就是触动的东西，我觉得那些也都是现场的魅力。对，所以我会大概想一想那趴我可能会说什么，对，但大部分我都不太会捋稿子。请看右边神秘题板。你看我这字一看就是拍过时尚杂志的人在干什么？那我来咯。路上遇到认识但不太熟的人，当然是绕路躲开呀。那万一他先看到你了怎么办？想办法让他看不到我。比如我看到眼熟，那个人好像我认识，我就会快速的用余光在旁边看一下哪个人比较可以挡住。确认完是我认识的，飘就跑了。当然是毫不犹豫的选 A。下一题，哦吼，没关系。老师情绪很稳定。当你在众人面前做了一件很社死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当然是假装很忙，掩饰尴尬呀。就每个人都是。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在坐飞机的时候，然后我那个行李箱的那个轮子被摔坏了一个，跟我一起取行李的人有认出我的人，我就不管了，我就一定要盯住，我要撑住所有的气场，就是我掌握这个氛围。然后就一路拖也拖不动了，就我一路拖到了虹桥机场出去打车的那个地方，你想想是多长的一段路，为了面子。然后后面上完车之后，就发现那个轱辘它是已经彻底掉了的，所以我是拿着那个轱辘，我就觉得人有的时候为了冲一下面子，真的会很辛苦。哎，怎么感觉像是假装云淡风轻，其实默默破防？对呀，成年人都要。进店买东西时，如果售货员一直跟着你，你会感到非常不自在。所以以前我会就是偷瞄什么时候可以不跟着我，但是现在的我会跟他说我会自己看，就是比较平和的语气。你好，谢谢，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会来找你。对，成长了。但是现在的营业员也成长，他会说没事，我随时跟着你，你随时需要帮助我都在。我会跟他说好的，我不需要了。请给爱人一点舒适的购物空间。下一个，在聚会上突然冷场了，你会文字交流或电话交流？那是第5题了。那我先回答这个文字交流。文字交流会很自在。那你一般会先发送什么来打开对话？一般都是别人打开对我的对话。在聚会上冷场，我其实这两个没有办法去包纳。不同情况下我会有不同的选择。就是如果你发现有聊得来的人，或者是感觉有接你茬的人，或者气氛没有那么尴尬的话，就会主动试着找一些话题去活跃氛围。那你后面活跃了1-2个发问，你发现每个话题还是啪碎一地，那就是让他沉默去吧，我也无所谓。生米整体上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属性偏向吗？社恐的多一点还是社牛的多一点？我觉得他们跟我一样分人。他们在陌生场合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社恐，但是他们就见到我的时候就非常热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支持会给我很多信心和很多安全感。所以我觉得怎么说，谢谢他们吧，就是因为很有可能那种状态对他们说一开始是非常非常不适应，或者甚至是有点挑战自己性格的这样一个行为，但他们觉得能够帮助到这个小男孩，现在有人叫自己小男孩，帮助到这位成年男子。更奇怪，能帮助到他，鼓舞到他，他们就愿意去这样做。所以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去给他们力量的事情，我也可以去做。所以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的唱歌，然后可以有更多好听的歌去陪伴着他们。只要你在，我都在这儿。健身迷也会紧张吗？健身迷非常紧张，因为每一次的相见其实都很不容易，尤其是生米们或者是歌迷，每一个愿意来促成这一次见面的人，他们都是去在自己的宝贵的时间里面挪出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并不是简简单单见面那么2个字，他可能有外地来的，然后他们要买票，然后订酒店，或者当地来他要把自己的
工作，或者是把自己休息的时间挪出来，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见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也是非常紧张的，希望可以展现出自己比较好的一面。对于你来说，生米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呢？扮演着抱枕的角色吧，就他会给你安全感，然后他也会在你可能有的时候一些要磕磕碰碰的地方，他会帮你缓冲一下，然后但是他们也经常忘记了这种安全感或者是缓冲其实是他们给的，所以他们也不要小瞧自己，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告诉他们的事情，就他们非常非常厉害，他们能够让我去到一个越来越大的舞台，来到梅奔开演唱会，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我们一定可以更好的见面的。然后我们今天是给生生颁了一个这个奖项，是叫梦想里程碑。对，梦想里程碑，就是要再次祝贺你完成了在梅奔开歌唱的小目标。杰宝，你怎么不给我鼓掌？那回望过去10年的话，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当然是生米啊，这完全是意外之喜，这没有办法形容。就是这一路去走过来，其实很长一段路。虽然我们每次一去回溯一个艺人出道多少年的事情，感觉他好像可以通过就是很短的一个短视频就把它介绍完，但其实艺人走的每一步路，他的歌迷或者他的影迷或者是生米们，他们特别特别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在，就尽在不言中吧。我们默契我们自己都知道，所以我们要珍惜好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以及珍惜好我们现在所有特别好的机会。最后一个问题了，下一个10年你还有什么期待或者是目标？为什么每次来都让我立 flag？ 下一个10年，无论你在哪，我都在这，就无论怎么样，我都在这里。希望自己还可以用歌声去陪伴大家。希望就像我演唱会中间的那个致敬环节一样，邓女士，就希望自己成为像她这样一样去陪伴很多代人的这样一位歌手，也可以用自己的作品一直去陪伴着大家。这是我一直去追逐的梦想吧。好，谢谢梅奔，谢谢大家呀！我到梅奔开演唱会了。您坐。深深因为是这样的，专辑7年出来了，然后因为好多作家其实都会说，自己的作品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想问你，这个专辑出来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真实的反应就是心里想的是，哇，终于是现在做完了，终于可以发出来了，就是所有的压力全部都结束了的感觉。其实我们上次采访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时你其实就说到自己的2专，然后你说其实中间经历了很多的反复，对，然后你说你最终坚定的是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对，然后做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你才能确定这张专辑是你要的，对，所以其实现在这种专辑是你达到了你自己喜欢的标准吗？这也是其中为什么纠结那么久的一个原因。然后你一直在做专辑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自己感觉可以做得更好，是哪怕是你做完之后觉得就是会有一些遗憾的事情，但到现在我觉得我在接受这个事，因为如果我一直要去努力做一张哪怕只是我自己主观认为完美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它永远都发不出来。对，而且在评论当中，我的生米们他们说过几次，就说的是周深，这只是你的2专，这不是你的最后一张专辑。还会有很对，他就说这不是你的最后一张专辑。后面就是那下我就觉得是啊，就是其实也没有完全完美的东西，而且我现在做到现在，专辑现在完成之后会发现，专辑它其实有大部分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遗憾的产物，它很多时候留下的遗憾，它就是需要你用下一张专辑去填补它，或者是让下一张专辑再去尝试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过程。因为其实之前都说这个专辑是关于未来感嘛，关于未来。然后后来我们采访了一些你的朋友，然后才会知道原来其实这张专辑是和现代人的情绪是相关的。对，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你是怎么样去感知现代人的情绪，然后去找出类似于重启以及重新养
育自己，这些其实和现在年轻人的话题贴得非常的紧，然后同时也是大家现在的一个所谓的社会共鸣的东西。现在年轻人，我还算年轻人吗？你算年轻人，你算年轻人。首先，它名字叫反身代词，因为反身代词第一反应大家觉得好像有点陌生的4个字，第一反应会看不太懂。但后面你去找那个反身代词之后，你会发现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用着它，用着这个东西，我自己、我们自己、你们自己。其实你后面发现，所有那些陌生的东西，可能也是属于你自己的一部分。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也是很幸运的，可以刚好想到这样一个题目，反身代词，去更立体的去介绍我，介绍自己，或者是让大家来寻找一个可能他们有点陌生，但是后面仔细想说，那个也是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无论是好的，或者就放松的啊，开心一点的，或者是有点难过的，哪怕是让你有点失落的，我觉得这都是好的。所以我们的想是一定要跟现在的人有关系。之前还没有出专辑的时候，其实网上有会很多说什么周深唱太多 OST 啦，然后周深参加太多综艺了，然后所以你这张专辑会是对他们的一个回答吗？不是，我发这张专辑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没有人问这些问题，我还是会去做这张专辑。我这些评论我也都有看到，但是我会觉得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自己在做什么，我肯定比他们清楚我在做什么。对，所以这其实也是慢慢修炼出来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我第一次接到 OST 的开心，也没有办法忘记第一次接到综艺或者是真人秀的开心，或者是第一次接到音综的开心。我不能够因为我唱的多了，或者是录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了，我就是会变为什么呢？我当时那么努力，我才有可以唱到 OST，那么努力才可以去到综艺里面被大家认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被认识，真的是都是我被认识的途径。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很幸运，就大家除了听我的歌之外，大家就会开始认识很多不同的周深。那这张专辑里面体现出来的最陌生的周深会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对，我觉得蜃楼出来，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说想过专辑会不一样，但是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周深。首先我觉得从音乐风格上吧，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会比较年轻化一点，我觉得要用这样的词去形容它。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不一样，可能这首专辑里面高音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各方面都很不我，包括无论是从它的概念或者它的曲风它的词风都很不我。但是又非常我，因为几乎每首歌里都会有我自己的一些情感投入，或者是跟我这个人有关系吧。听说有一个叫重启，所以我还蛮好奇的，如果重启人生，周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这个问题，如果重启人生，说实话，我觉得我现在人生过得挺好的，所以不想重启是吗？不太想重启，因为我们在想过，重启人生这首歌是设定是200年后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到的那样一个按钮，一键重生。对，你可以随时重启。可能之前觉得自己后悔没有好好的对待父母啊，或者是没有好好的，就可能哪一天情绪过于激烈了，去凶到了自己很珍贵的人呢，然后感觉创造了一些不太好去修复的伤口，所以他就不停的重启。但是后面你会发现其实没有用的，因为你重启修复了那个，它一定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所以重启我们那首歌，他就一直在想 I'm ready now, I'm ready now， 他觉得他一直在做好了这个准备，一定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在思考，我在想这个歌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因为现在不可能有重启按钮。所以我就在录啊，包括录完也会一直在听。这首歌给大家最大的感觉就是放松，然后让你轻飘飘像云朵一样的感觉。所以后面我就一下就自己找到了词作老师想表达那个东西，就是其实当我们每一次被原谅，或者是每个问题我们自己愿意去跨过那个问题，走向新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重启我们的人生了。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曾经采访你一个朋友，他说你由玻璃变成了钢化玻璃。对，就是原来玻璃其实相对来说它
非常比较易碎一点，对，比较易碎，然后变成了钢化玻璃。所以其实你如果觉得话，你形容现在自己的状态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很像是就那种钢化玻璃被砸碎了之后，它不会揉就会贴在一起嘛，碎碎的揉在一起。然后把它砸得更碎之后再揉在一起，它其实就没有角度去碎了。我觉得这更像我吧。自己先碎是吗？对，自己先把自己砸碎一下。任何最坏的，自己先想一遍，他们会怎么说？可以了，出去吧。然后发现哦，他们也就这样。那这个事先是要做很多的这种，要把所有东西都排出去。对，我不是在让大家找更犀利的语言来骂我，没有那个意思，没有那个意思。其实我自己的性格也是这样的，我做所有事情我会先预设一个不太好的，就是最好的结果或者是最坏的结果，我两个都会预设，因为我知道往往事情也不会是最好的结果，也不会是最坏的结果。那既然如果它是我想做的，那就去做就好了。然后中间我们也有一首歌曲，暂定的名字是警报。我们设定200年后，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一个 AI 小机器人陪你长大，它就时时刻刻的都在记录着你的生活吧，在观察你的生活健不健康啊什么什么的。它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他发现我的主人怎么一直在就是不停的在向外付出，所以他就不停的在向自己的主人发出警报。会觉得和自己很像吗？当然跟自己很像，尤其是跟前期的我，比较内向，然后因为没办法性格又比较敏感嘛，所以你其实可以捕捉到很多空气当中大家的情绪变化，感觉到那份尴尬，或者是那份害怕，或者反正就是那种各种不安，你就很想去把它要么就躲掉，要么你就是去尝试的把它捋一捋，但有的时候通常自己也没有那么大能力去捋好，所以就会有那种内耗就会出现。但我觉得现在的我会更好一点点，会至少会努力的让自己去尽量的减少内耗，或者是更好努力的去保护好自己的状态一点点。对。那也有一种说法，他会说其实是你在黑暗里面蛰伏太久了，所以你一旦冲上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会有这种吗？因为其实你前期真的非常非常，不能说黑暗，但是非常的不顺利。哎呀，我觉得可能就意识不到那个环境是什么颜色吧，可能会这样，所以也反而是因为那些原因，你就更知道怎么去做自己。前2天，刚也是看到就是余华老师的一个他的采访还是怎么样，他说我忘了他的原话怎么说，但大概意思就是树它最后长成的样子，还是它树应该长成的树的样子，而不是要按照阳光的期望你长的样子去变成的样子。你最后无论走多少条路，弯路或者是捷径，但那都是你最后去找寻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录重启人生，我也在想，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去改的，因为改完之后也不一定会更好，因为你改完这个就会出现另外一个我害怕出现我更应付不了的问题，还是算了吧。所以包括其实14、15年的时候，可能非常非常的那段时间，应该还是相对来说就是蛰伏的比较深的，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往即使那样的话，你也不想改变，不想。而且我之前也说过，还挺幸运的是自己不是一夜爆红型的歌手，因为我觉得那样需要更厉害的精神内核去迎接那些东西，以及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去成长。我不确定自己可不可以去掌握那样的事情，但是我这样慢慢成长，我觉得可能也许更适合我。就是我觉得像余华老师说的，其实就是一棵树要长成阳光，就是长成它自己的样子，但前提它是一棵树。所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坚信自己是一棵树，而不只是一棵草，或者当然草也很好了，草也很好，求生欲也很强。我不知道，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不知道了，因为说不定现在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的树，就是顺着自己先长着吧。但你现在应该非常有自信，可以这么说吗？不可以，不可以，到现在也没有。这可能就是我们另外一首歌想说的东西，可能就是自己从小长大的环境。从小也都是自己长大呀，所以而且所有的事情，因为爸爸妈妈真的很忙，对，因为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去给到我们，至少让我们穿得暖吃得饱，所以肯定是没有时间来照顾我们的，所以反而这样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就会慢慢
让自己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这样一个性格出现。所以包括自信啊什么之类的，我现在肯定比之前自信，但是我觉得也肯定不能用绝对自信或者是自信这几个字来形容。但我觉得一切都是过程。因为我们经常也会做到一些关于童年的创伤或者原生家庭的这种，其实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是觉得现在没有安全感的自己才成了现在周深的样子，你还是会去羡慕那些安全感满满的人？当然，哇，我从小就很羡慕我记得是我们应该是初中的班长，具体名字我就不念你的名字了，大家一下就知道我们说的是谁，我同学们就知道是谁。然后我自己从小性格就是怕老师。怕父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部分比较典型的学生的样子嘛。就在路上看到班主任，我一定是转头就跑，而且恨不得就是他看也看不见我的那样一个状态。对，也不是因为班主任或老师不好，而就是会有这样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羡慕我们班长，因为他跟他爸爸妈妈相处的跟朋友一样。我觉得这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无解，就哇，这么完美的家庭，这世上居然真的存在能够跟爸爸妈妈相处的跟朋友一样。后面发现他跟老师相处也跟朋友一样，我的人生到底是缺了哪一块，或者是缺了哪一块拼图，就觉得哇太厉害了。然后后面发现他跟大家相处也跟朋友一样，这个人怎么这么完美？当时自己的心理 OS 全是这样。然后后面发现我也很羡慕，或者是有一段时间觉得想要成为他这样的人。其实我不知道你有的时候经常会，如果想起童年这段经历，会非常心疼那个小周深吗？我当然不是说我爸爸妈妈对我都不好，我爸爸妈妈也很努力，对，但那都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一些选择。是的，但是那些选择，他其实就会给那个小周深去留下一些什么，自己生长的那个环境的那个东西，它其实是会陪伴你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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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可以甚至是说跟你所有以后的步伐，它都会跟随你。它是不是说一下子你就可以，我独立了，我可以自己工作了，或者是我在外面我可以好好照顾好自己的那东西就不在了？不会的，我觉得它会一直在。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幸运的是，那个时候的小周深他不敏感，对，他很笨拙，或者他的钝感力很强，他却感受不到那些东西，所以让他觉得他的童年跟大家一样。所以小周深是什么时候才变得敏感起来的？这个我没有去仔细思考过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应该是到了贵阳之后。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家住的那个房子，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真的很辛苦的，他们是从街上挑扁担。就是去赚取家里的生活费用，所以我们住的第一个房子可能就小小的一间，然后我们家里没有床，我们家是卖包的嘛，一开始卖书包啊什么包，所以它就是一些货物堆起来，然后上面放一个那个纸壳，那个就是我们家的床，所以我们家就是全部都是货，然后货堆起来的一张床的这样一个家。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知道不一样的时候，是第一次去小学，贵阳的小学同学家里做客，会发现哇，他家有客厅，哇，他家好大，那一下你会觉得原来大家是不一样，原来是不一样的。对，明白。所以那个时候你会更会觉得，我也想跟大家一样。童年的经历也很难去选择。对，而且我们自己是我们养育的第一个小朋友啊。对，我觉得这个就说得很对。我觉得重新养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还曾经做了一个征集，然后说到了就是你是如何重新养育自己的，说到了很多很多人的，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小的时候特别想吃，然后家长就是不给买，但我现在就要放他来吃。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乖非常懂事，我现在就是要叛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这是他唯一解脱的方法。是，我觉得就是对。还是要有个度啦，你一直吃你会后悔的。我以前也是，我把我喜欢吃的，就我第一次，因为以前甚至去超市的机会都很少，因为贵嘛，你肯定去菜市场啊，或者去赶早，你买的东西更便宜，所以以前都没有什么去逛超市的经验，所以就故意找理由去逛超市，就自己瞎逛，反正不买他也不赶我走。在里面逛，我觉得小时以后就是为什么这也不买不给我吃，那个我妈也不给我吃，到现在去逛你会发现什么都能吃，哪，然后就你发现觉得不过如此是吧？你其实已经知道了这个东西它会陪你一生的，如果它真的会消失，我就不会做这个动作了，我就不会回去
买这些东西给我小时候的那个我吃，因为现在的我不爱吃它们了。可能说句残酷的话，它不消失，然后才让你成长的现在这样的一个人。对，所以我觉得要让它变成一个可以回收利用的东西。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关于周深对于偏见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因为你其实是经受过所谓的偏见和歧视，然后又是等于是好了，现在也有了，也并没有全部走过去。对，但基本上它已经不是一个主流了。所以我其实还蛮好奇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因为它存在过你身上，但实际上你其实是把它走过去了。我觉得偏见，它说好听点，其实是你的不一样。对，你很多时候就是可能别人对你的不理解，或者是就是彻彻底底对你的不接受。我是这样去理解偏见这2个字的。包括我之前也有说过，我比其他所有的歌手会更多一段路要走，就是让大家去接受周深的声音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说是一个男生唱这样的声音。每个歌手老师都会有一段要被大家接纳的过程，但可能我会比他们更多一个，就是要去先撇开那个所谓的猎奇呀，或者怎么样，就光来看唱歌这件事情的这段路。所以我觉得我一直也还在这条路上。还在吗？在的，因为之前你会经常收到就是什么这是个男生或者怎么样，但是因为觉得因为还没有被听到嘛，然后现在觉得好像自己有被很多人听到了，但相对以前肯定多，但后面慢慢会在不同的地方你还会发现有这样的声音，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听众可以再去重新的被听。没有辐射到是吧？所以这段多走的路会让你对这个世界变得更平和，还是更忠厚吗？我觉得更平和因为反而是多走的这条路会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对，因为我小时候自己很多时候的一些不安全感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是因为小时候自己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人。对，会希望可以跟别人成为一个可能放学了有爸爸妈妈接的人，然后可以成为自己不用做饭给爸爸妈妈再送到门面上的人，或者跟别人成为一个就是放假了可以去享受暑假、享受寒假的一个人，或者是更早一点的自己，不是一个1年才可以见一次父母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突然有点触动，就觉得小时候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想当一个一样的人。反而是当你成熟了一点点之后，有了比较稳定的自己的一个3观之后，有支撑力了。会开始觉得其实不一样也挺好，不一样也挺好的。但我觉得周深你其实是有一种缩小痛苦的能力，你觉得吗？好像是对啊，你们不能沉浸在里面嘛，所以我说不能重启我重启有这么懂事，现在的我这么懂事了，也知道自己要经历什么，再重启回去我怎么过？但是我其实好奇，就是缩小痛苦之后，那个痛苦是不存在了吗？还是说它其实被推到了一边去？它会存在，它会存在，但是你不要让它伤害到你吧。对，就是可能明明那就有刺，我总不能天天就往刺上去磕。我说我就不信，我要克服你，没有必要。现在我为什么不想去重启到那段时间？因为我们这个歌里面的重启是预设的是你会带着你所有的记忆去重启。我带着我现在所有的记忆，我怎么去熬过我的那些日子？太难了。哇，你会觉得。天哪，苍老的灵魂，你会觉得我做错了什么？我要重新活一遍。对，所以我才觉得我不愿意去重启。对，其实我心目中有一个所谓的对周深好奇的 list， 然后你第一个的话，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周深为什么要叫周深？因为我知道你那个周星星的故事，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深，因为这个字其实并没有那么常见。我们家就是爷爷相对来说读过书，所以爷爷给取的这个深字。我真的很少见深这个字做名字，是，但它又很好听。初中的时候我很少零花钱的，我每年给他几毛钱，或者是顶天了1、2块那种，然后你肯定要吃饭。然后就刚好自己攒了2块钱，然后就突然是看见路边又有人说2块钱设计一个签名，你竟然花了2块钱，巨款。那时候就意识到自己要红，对，是不是很奇怪？
但我就是因为喜欢唱歌，我就觉得人家都有签名，但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周深配给自己去买一个签名，但就是那个时机，我觉得我想给自己设计一个签名，然后在路边，然后就攒了很久的钱，攒了2块钱去设计了一个，一看，真的很像签名样子，你看完全看不出来是周深这2个字。但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时空的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签名，所以当自己出道的时候就。还用的那个签名吗？是啊，真的啊。然后哇，那个人一定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可能早忘了我这位顾客了。每天找他设计签名应该很多。对，但后面就是我签完名之后，我在想，不是后面就有很多的歌手们出现了嘛，就会喊口号。后面我真的戏很多，我脑海中还脑补了一下，万一哪天我有粉丝，他们喊我的名字很难喊出来，就别人都是那种啊，然后我就喊不出来，戏好多，戏很多的一个初中生。这真的说明你一定会红，因为你做了前面所有的准备。就脑补一下，脑补开心就好。但后面我觉得好喜欢这个名字，对，因为相对来说重名的人还蛮少的，就大家好像大家取名字都不太会想到深字。对，是。所以我看你的专辑，第一个叫深的深，第二个叫反身代词，其实你对这个字还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情感在。我很喜欢，因为就很奇怪，就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点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说不出来，所以你就要去了解一下。朋友说就是周深太懂事了，然后周深不够任性。然后我想知道，就是周深想任性吗？或者是说周深如果想任性的话，最想任性的是什么？当时在想这个时候，我也唱7、8年、6、7年的歌了，很多风格也尝试过了。那么就是做专辑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中途当中，我们有一张专辑，我们是10首歌都定完了，然后词也差不多定完了，也已经录完4首歌了，也就是说，就已经是就是你就可以发了。但那一下你就会录着，我就会觉得好无聊，没有达到自己。对，我都无聊，不是说那个歌不好听，或者是我不喜欢它，因为我不喜欢它，我不会把它选进来，你就会觉得少点什么，你就会觉得那我出专辑的意义是什么？你就是录着就迷失了，录着就觉得我这张专辑不该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一下也就非常不礼貌的，非常不礼貌的去否定了这张专辑。当然我们该结算的还是结算了，毕竟老师们还是付出工作什么，我们还是很重要。对，这肯定的，不能让人家白工作。对，所以就那一下，我觉得这是我成长最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以前会更多的会觉得，好，可以，对，我都可以，因为我也都可以，我的确都可以，对我都行，就是因为你给我什么样的工作，你让我做任何事情，我一定会把我的部分完成到我能完成的最好的部分，我都行，我都会好好的对待它，我也会很享受它。但唯独到专辑这一下，我就觉得我不行。那样一次的任性，我现在很喜欢那样的一个任性。所以周深以后会越来越任性。没必要任性的时候也不要硬任性，就是我不做你就采访啊。可以，这也很奇怪嘛。我其实大多数不会任性，因为我觉得这样让自己的任性值钱一点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别人说，就说因为周深太懂事了，周深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不任性，会说周深其实裹着一层壳，会有人这么说你吗？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也许有，但是应该也不会当面说。您是第一个当面这样说我的人。我只是借别人的话说，我没有，开玩笑。你觉得自己有壳吗？当然会有啊，那没壳那也天天在外面受伤，太惨了吧？对。那所以周深是需要每天的独处时间的吗？或者你会需要很长的独处时间吗？需要啊，当然需要。而且我看那个，我不知道在哪看到的，他们说 I 人跟 E 人最大的一个区别，不仅仅是外向和内向，而是 E 人他们可以通过外界的能量去修复自己，但 I 人是需要自己去修复自己。我就发现哇，太对了，因为我真的还蛮需要自己一个人按个电影啊，玩游戏啊，玩游戏呀，吃一些好吃的呀，或者是就发呆，就什么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样东西是很重要的。包括我在跟我的生米们呢，他们说
你如果心情不好怎么样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但你爱吃什么你就去吃一下，或者怎么样你就把自己先抽离一下，你先不要把自己一直拧在那个地方。你像螺丝，你一直拧它也会滑丝，对，是的，对它那个口，它也会最后变成一个就是你再也拧不动的一个口，你不要让自己拧不动嘛。所以周深，我现在其实蛮好奇，你32岁对吗？现在会有什么样的困惑吗？准确来说，31岁我还没过生日呢。好的，我错了。在我的心中，我们就不该过虚岁。那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因为我前面听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多困惑。最大的困惑嘛，就怎么让自己唱歌的时间再延长一点点。我觉得唐田老师，我也是有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还蛮触动我的一次聊天，因为唐田老师写过的大家喜欢的作品太多了，对，是的。所以其实你会觉得他没有压力，或者你会觉得他什么都可以写得好，或者你觉得他什么都是信手拈来的感觉。后面你也问完之后，他说当然不是，而且是从唐田老师口中他说是我觉得自己是有一天终究也会被大家忘记的这样一个词作。那我现在这些努力，就希望自己能够去延长被大家忘记的那个时间。我那下觉得哇，跟我想的也好像。我觉得自己终究有一天是会离开这个舞台的，那就让现在自己转足的这些劲儿，或者去做的这些事情，去慢慢延缓那一天的到来。我觉得这个足够我支撑去做很多事情了。想唱到多少岁？预计不到，因为现在歌真的我的歌好难唱啊。不能唱到80岁了，是吧80岁，我努力一下吧。如果跟我老师的声音还是维持的那么好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有努力的争取做到一下的。白发苍苍的周深突然唱大鱼，我觉得也会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对对对，去努力的创造一下这个奇迹。对，唐田老师也会说，他说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天真、脆弱又强大的人。对，然后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开心别人这样去形容我，因为我展现的也都是真的我，所以说不定我是这样一个人。你觉得天真、脆弱和强大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矛盾的东西。因为天真可能跟强大很矛盾，脆弱跟强大又很矛盾。但天真脆弱两个连在一起好像很合理，但是其实又非常矛盾。因为如果你是脆弱的人，怎么去保持那个天真的那个那个角度去看这个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反而这几个词加在一起，我觉得就会很有趣。因为我一直觉得有趣是最好的赞美。我希望别人说周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对，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很丰富，或者是会觉得你这个人就很有趣，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很有趣这个东西，有很多不解在里面，但往往是这种不解会让人觉得会更想了解你。那你现在如果自己给自己，比如说用3个词来概括的话，你会怎么概括自己？周深，发二专了。我应该说形容词，用形容词来形容自己。周深没想到钻到了8个。对，形容词啊。幸运的，这个一定有。幸运的，感恩的，这是我一直想做到，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做到，但一直也在努力的方向。和尽力了的，周深，对，因为我肯定很多事情也没有做得那么好，我自己也肯定知道，因为人无完人嘛。虽然会不停地用这个去安抚自己，但肯定有很多，无论是专辑上的遗憾，或者是很多在舞台上的遗憾，因为太正常了，因为一定会有过唱的可能没有那么稳的舞台，或怎么样。但是每一个舞台或者是做的每一个事情，我都已经经历了的。现在大家其实，越来越知道，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努力一定不会有100%的收获，或者是甚至很多时候你努力了，你甚至都没有收获。但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歌手走到这一步，我觉得在某个时机上，也是我看到的留言很打动我的。他说你的存在会让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努力是有那个
成功的几率的。我觉得自己的很多时候影响力真的挺渺小的，因为听我的歌的人还说我的生米们，他们会听着每一首歌，或者是可能幸福一点我的听众们。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很大，因为就会有一个人听你的歌，他会可能中间拜托了6个人来告诉你，他在那个夜晚听我这首歌在痛哭。他一个成年男子40-50岁的大汉然后他在半夜他听光亮，他就听哭到不行，就那一下我就会觉得就很扎我的心窝，就会觉得原来我的存在有这么大的意义。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或者很多的事情等我去触发，或者是可能有更多的经验去等待我的解开，或是我的理解。这也是我觉得有趣的一部分，因为很多的未知又恐怖，但是又期待吧。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经常采访的时候特别爱问的一个，就是你最近做的一个梦是什么？哦哟，我不怎么做梦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礼物，睡得比较好一点点，基本上不失眠。基本上一般我说完这种话之后，第2天我就失眠，基本上不做梦，可以这么说是吗？看来今天会有一个梦很少，那一般都是奇奇怪怪的梦我真的想不太起来我做什么梦了昨天没做梦，前天没做梦。我有个做了很多年的梦，想长高这是真实的梦是吧？真的想不起来做什么梦，但每次我说我要长高的时候，都会有你做梦吧你我要笑死了。好的，你这是我听到的最奇特的回答。我做梦真的比较少。好的，挺好的。你做梦吧。对，我做梦吧我。对不起